你有想过自己的亲生父亲居然是妈妈的不孕症医师吗？这个句子的讯息量好像有点大，但在美国却是近100个人有亲身经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我们的金发蓝眼父亲这部纪录片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在2019年，有一个新闻引发了全球的关注。美国一位不孕症医师被指控在1970到1980年代使用自己的精子为患者执行人工受精。截至目前，因为这样子出生的人已经至少94个人。对，你没有听错，是94人，这也太多了吧？而最近有一部根据这个真实事件拍摄而成的纪录片《我们的金发蓝眼父亲》在 Netflix 上架，所以呢，我们就想要趁着这个机会，从这个纪录片的角度一起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这个医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不过在开始讨论之前，按照惯例，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大家有想要带水壶出门却因为包包塞不下而放弃的经验吗？你可以考虑这款能够卷起来塞进口袋的 Potto 口袋水壶，让你随时想喝就喝，外出带水时呢，能够有更轻松减速的选择。水壶的重量只有3只药匙那么重，而瓶身的体积呢，也可以随着需求变大变小。对喜欢背小包包或是不太喜欢带太多东西出门的人来说，超级方便。而且水壶内部呢，可以翻出来清洗，使用上面呢，也不用担心发霉啊、发臭，有弹性的材质，不怕摔，很适合呢会手滑的朋友使用。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网址了解一下吧。纪录片的主角是一名叫做杰克巴的女生。杰克巴从小就觉得自己跟家族其他人格格不入，因为他家里呢，大家都是黑发、黑眼睛呢，跟橄榄色的皮肤，可是只有他一个人是金发蓝眼睛的。这种强烈的对比呢，让杰克巴从小就怀疑说，自己是不是被领养的？终于呢，在他10岁的那年他的妈妈松口承认说，因为杰克巴的父亲没有生育能力，但他们又非常的想要小孩，所以杰克巴其实是用捐赠精子，透过人工受精的方式出生的。而当年杰克巴为了进行这个疗程特意去找了应承的不孕症权威克莱恩医师看诊。那在1985年以前人工受精偏好用新鲜的精子，而捐赠精子的人也需要通过一连串的条件跟筛检，所以要随时找到合适的捐赠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克莱恩医师告诉杰克巴父母说，不要担心，我们会帮忙找到长得很像杰克巴父亲的捐赠者，而且同一个捐赠者的精子最多只会使用3次。那杰克巴在听完自己的身世故事之后呢，就想到了一件事情。他心想既然捐赠者的精子最多使用3次，那是不是代表他有可能还有1-2个同父异母的手足呢？因为杰克巴是独生女，她一直渴望自己可以有兄弟姐妹，怀着这个希望长大成人之后，有天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2014年时，电视上面一个叫 23andMe 的广告吸引了杰克巴的注意。23andMe 是一个家用 DNA 检测品牌，一度在美国非常的流行。他们主打只要用口水就可以分析出个人的 DNA 报告，可以去对自己的 DNA 追本溯源，去追查自己的祖先来自于哪里，甚至还能够帮人找到失散多年的亲戚。而杰克巴看到这个广告，觉得非常的心动，决定自己也要来去做检测，去寻找他的手足。但没有想到，这个报告内容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检测结果出炉之后，他确实是找到手足了，但上面却显示他有7位兄弟姐妹。等等，不是说一个捐精者最多使用3次吗？怎么会有7个兄弟姐妹呢？收到资料的杰克巴觉得超级困惑，因为要发生这个状况，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当年那个克莱恩医师把某一个捐赠者的精子使用了3次以上。他决定要展开调查，所以呢，一一的去联系他的手足们，想要从各自的报告当中找出他们的共同父亲到底是谁。而透过在一长串的名单中交叉比对他们追查到最后，发现了一个让人超级惊讶的结论：他们每一个人的父母都是克莱恩医生的病人，而且他们本人的 DNA 呢，居然也都跟克莱恩医师有关。这种种的证据显示呢，克莱恩医师很可能就是他们的父亲。为了要追查出真相，这些受害者们向印第安纳州的检察总长提出了申诉，但却只收到了罐头回复，说会再进一步联系，就再也没有任何的消息。后来他们又尝试投书给媒体，但绝大部分的媒体都已读不回。最后只有一家电视台记者安琪拉表示愿意跟他们一起追查这起事件。记者安琪拉打电话给克莱恩医生求证，结果克莱恩医生言辞否认，可是呢又拒绝提供自己的 DNA 样本来证明清白，甚至还反过来威胁他们不准报道。安琪拉认为这个事件非常的可疑，最后呢
呢，还是选择报道了这起骇人听闻的新闻。而克莱恩事件呢，终于曝光在大众眼前哦，再加上越来越多人使用 23andMe 的 DNA 检测，捷克巴出现越来越多的手足，而各种新的证据跟资料也变得更加惊人。大家发现克莱恩不只是用自己的精子来调包捐赠的精子，连有些想要用自己精子来进行疗程的夫妻，男方的精子也被调包了。这些找克莱恩医师看诊的不孕症夫妻呢，多年以来都以为孩子是自己的，没想到他们的小孩做了 DNA 检测呢，才发现居然跟捷克巴是同一位父亲，而其中的受害者甚至包含了克莱恩医师本人的朋友。哇，等等，这也太猎奇了吧！他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而克莱恩医生从头到尾呢，都宣称他只是想要帮助这些深受不孕困扰的夫妻而已。但想要帮助病患，会需要用到这种手段吗？捷克巴跟其他的当事人呢，都认为这个说辞非常的不合理。为了找寻真相，他们疯狂的肉搜克莱恩，想要从他的论文、参加过的会议和新闻报道当中拼凑出动机。而他们推论说，这一切呢，可能跟一个叫做现代充满的宗教运动有关。现代充满是一个基督教保守派发展的运动，他们相信小孩呢就像是勇士的剑，箭袋越满的人呢就会越有福，所以应该呢尽可能的生育小孩。但有人认为这个运动的起源其实是带有种族歧视意图的。他们认为现代充满的运动呢是因为担心其他种族的基因会让白人优良的基因灭绝，才会鼓励生育，而小孩越多呢就越有可能在未来进入国家机构担任政治要角，确保白人的种族以及宗教的优势。而克莱恩医师本人呢就是虔诚的基督徒。他还是一个教会当中的长老，其中他最喜欢的经文是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也是现代充满运动最常引用的经文。而且这群受害者们全部都刚好是金发蓝眼睛，也是白人种族主义者最推崇的雅利安族外貌。不过目前这些都还只是推测，真相到底是什么？克莱恩医师真的跟现代充满运动有关吗？没有他的证实，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没有办法真的得到解答。而唯一可以确认的是，他的行为已经在受害者们的身上留下了难以抹灭的伤害。这些当事者受到的影响可以从心理跟生理两个层面来探讨。首先，在生理方面，最先要考虑到的其实是近亲结婚的问题。大部分的手足都居住在克莱恩医师诊所方圆40公里以内，位于同一个生活圈，因此只要出现新的手足呢，他们都得要担心是不是认识的人，是不是之前约会过的对象。而且因为实际人数无法确认这样子的担忧将会跟着他们一辈子，甚至于他们的小孩也必须笼罩在这个阴影之下。再来是一般的精子捐赠者呢，有 30% 会因为像是色盲啊、癌症等家族病史被刷掉，担心影响到小孩的健康。但克莱恩医师疑似有自体免疫方面的疾病，却还是用这种手段把疾病遗传给了这些小孩。那除了这些生理问题呢，更让人担心的是心理方面的创伤。许多当事者都表示这件事情撼动了他们对于自己的认知，他们再也不知道自己是谁。而对于那些精子被调包的家庭来说，他们面对的认知危机更是严重。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爸爸原来不是亲生父亲，而真正的亲生父亲竟然是做了那么可怕事情的人，而且他的基因还深深的印在你的身上，自己就长了跟对方相似的外貌，想要摆脱也摆脱不掉。而情绪更加冲击的可能是那些接受治疗的母亲们，他们有不少人表示那个感觉就像是被性侵一样，当自己下半身一丝不挂的在诊间里面等待疗程，克莱恩医师却在隔壁自慰，接着在处于刚射完精的兴奋状态，用针筒将精子注射到他们的子宫颈底部。这一切回想起来都让他们极度的恶心和不安，而且他们当时还浑然不觉，甚至对于克莱恩医师心怀感激，因为透过这个疗程，他们才能够获得梦寐以求的小孩。那样的情绪是非常矛盾跟复杂的。那既然克莱恩造成了那么大的伤害，看起来又已经罪证确凿，难道不能够交给法律去制裁他吗？根据当地印第安纳州的法律呢，还真的不能。印第安纳州政府的检察官表示这事件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医生使用自己的精子替病患进行人工受精，其实并不违法。就像是感觉比较接近的强奸罪或是袭击罪，检察官也则认为现有的罪行呢也没有办法应用在这次的事件当中，因为强奸罪必须要包含暴力以及违反意愿的要素，但这些女性都同意进行人工受精，法律上是不会认为说是强奸的，而且注入精子的医疗行为也不能够算是一种袭击，所以最后检察官只能以
克莱恩医师在法律文件上面宣称他没有使用过自己的精子作为切入点，指控他说谎，妨碍司法公正。而为了验证克莱恩医师是不是有在说谎，才终于透过公权力取得克莱恩医师的 DNA 样本。而检测结果出炉之后，毫不意外的，克莱恩医师是杰克巴生父的几率高达了 99.9997%。最终，克莱恩医生也决定认罪，但因为监狱人满为患克莱恩医师也没有前科，法官判处他缓刑1年，不必坐牢，只需要缴纳美金500元的罚款。这样的结果对于杰克巴与手足们来说，可说是非常的失望。他们认为，比起受害者们的精神损失还有心理压力，这点惩罚根本就不成正比。我们当初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觉得也太猎奇了吧？仔细一查呢，才发现这并不是一个个案。纪录片结尾也提到，家用 DNA 检测呢，意外揭露另外44名医生的类似行径，而这个惊人的结果呢，让人不禁怀疑背后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我们觉得克莱恩医生最可恶的一点，还不只是违反病患的意愿、欺骗调包精子，而是背叛了患者对于医生的信任。患有不孕症的人已经很痛苦、很脆弱了，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向专业寻求协助，可是克莱恩医生呢，却用了自己权威的位置去再次的伤害他们。这不只是影响到了当事人本身也很严重的破坏了其他病人跟医师之间的信任关系，实在是没有办法只用为了病患好的理由带过。而这部影片透过访谈，切实的将当事者这种崩溃又无助的心情记录下来，让人很能够感同身受。那克莱恩的作为在当时都没有人发现吗？在这段丑事被揭露的过程当中，他其实也有出来跟这些儿女们当面对质。那当时他先做了什么呢？这里就先卖关子推荐大家亲自去看纪录片会更加精彩。而最后我们想来问大家，你觉得克莱恩医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相信他真的是想要帮助不孕症妇女拥有小孩。B， 他可能觉得自己基因很赞想要延续自己的优秀基因。C， 他可能是宗教狂热者想要让别人多生育儿女。D， 这听起来好像比较像他的性癖好一起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金发蓝眼父亲这部纪录片。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播音丑闻纪录片以及捐精捐卵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